主食在我们日常饮食中至关重要，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，维持正常生理功能。然而，你知道吗？并非所有主食都有益健康，有些甚至可能增加罹病风险。那么，哪些主食最不健康呢？难道是馒头吗？馒头看似简单无害，却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危机。医生建议，以下4种主食尽量少吃或不吃。馒头，高血糖、高血压、肥胖的罪魁祸首。馒头是中国人最常见的主食之一，也是许多人早餐的首选。馒头由面粉发酵制成，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 B 群、维生素，看似无害，但是你可能不知道馒头的危害也很大。首先，馒头的糖化指数很高，达到70以上。GI 是反映食物中碳水化合物进入血液后对血糖影响程度的指标。GI 越高，表示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被分解成葡萄糖并进入血液的速度越快，导致血糖升高。长期摄取高 GI 食物会增加糖尿病、心脏病、肥胖等慢性病的风险。馒头含有较多的钠，钠是人体必需的电解质之一，但过量摄取会导致水肿、高血压、肾脏负担等问题。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取钠不超过2000毫克，而一般市售的馒头每100克就含有约165毫克钠。如果每天吃2个馒头，就已经摄取了330毫克钠，占建议量的 16.5%。如果再加上其他含钠较高的食物，就很容易超标。馒头中缺乏膳食纤维，膳食纤维是一种无法被人体消化吸收的碳水化合物，它可以增加饱足感，延缓血糖升高，促进肠道蠕动，降低胆固醇等。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取膳食纤维25克以上，而一般市售的馒头每100克只含有1.3克膳食纤维。如果每天只吃馒头当主食，很难达到膳食纤维的建议量，容易导致便秘、肠癌等疾病。馒头是一种高 GI 高钠低纤维的主食，长期食用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，因此医生建议尽量少吃或不吃馒头，或用粗粮、杂豆、薯类等替代。白饭，胃癌、胰脏癌、痛风的隐形杀手。白饭是中国人最常吃的主食之一，也是许多人认为最安全的主食之一。白米饭由米磨去外皮和胚芽制成，含有较高的淀粉和蛋白质，也是一种高能量的食物。但是你可能不知道，白米饭也有很多危害。首先，白饭的 GI 也很高，达到64以上，这意味着吃白饭会迅速提高血糖水平，造成胰岛素分泌增加。胰岛素是一种激素，它可以促进葡萄糖进入细胞，降低血糖。但是，长期过量分泌胰岛素会导致胰岛素抗性。胰岛素阻抗是一种代谢紊乱，它会使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减弱，导致血糖升高。胰岛素抗性是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、肥胖等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子。隔夜的白米含有较多的亚硝酸盐，亚硝酸盐是一种化学物质，它可以在人体内转化为亚硝胺。亚硝胺是一种致癌物质，它可以损伤细胞的 DNA， 导致突变和癌症。亚硝酸盐在高温、低酸度、缺氧的条件下更容易转化为亚硝胺，而白米饭在加热、储存，在加热的过程中就可能产生这些条件，因此吃白饭会增加胃癌、食道癌、肝癌等消化道癌症的风险。白饭中缺乏维生素 B1， 维生素 B1 又称硫胺素，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，它可以参与碳水化合物的代谢，产生能量和神经传导物质。维生素 B1 缺乏会导致脚气病、神经系统损伤、心脏功能障碍等。而米在去除外皮和胚芽后，就失去了大部分的维生素 B1。如果每天只吃白饭当主食，很难满足维生素 B1 的需求，容易出现缺乏症状。白米饭是一种高 GI、高亚硝酸盐、低维生素 B1 的主食，长期食用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面包、发炎、过敏、忧郁的诱因。面包是西方人最常吃的主食之一，也是许多人喜欢的零食之一。面包由小麦粉和水混合发酵制成，含有较高的淀粉和蛋白质，也是一种高能量的食物。但是你可能不知道，面包也有很多危害。
首先，面包中含有较多的谷蛋白。谷蛋白是一种小麦中特有的蛋白质，它可以增加面团的弹性和韧性。但是，谷蛋白也是一种致敏物质，它可以引起人体的免疫反应。对于一些对谷蛋白过敏或不耐受的人，吃面包会导致肠道发炎、腹泻、腹胀、皮疹、关节疼痛等症状。这种情况被称为乳糜泻或非乳糜泻性小麦过敏。而且，谷蛋白还可以透过血脑屏障影响大脑的神经传导物质，导致焦虑、忧郁、注意力缺陷等心理问题。面包中含有较多的添加剂。添加剂是一种用于改善食品品质和延长保质期的化学物质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添加物都对人体无害。有些添加剂会造成人体的副作用，如防腐剂会伤害肝脏和肾脏，漂白剂会破坏维生素和矿物质，人工色素会引起过敏和癌症等。而市售的面包中往往含有多种添加剂，如丙烯酸钙、硫酸铵、苯甲酸钠等。如果每天吃面包当主食，就可能摄取过量的添加剂，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面包中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小麦在加工成面粉时就失去了大部分的维生素和矿物质。面包在发酵和烘焙的过程中也会失去一部分的营养素，因此面包中只含有少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。如果每天只吃面包当主食，很难满足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需求，容易出现缺乏症状。面包是一种高谷蛋白、高添加物、低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食，长期食用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面条、胆固醇、钙流失、骨质疏松的催化剂。面条是中国人最爱的主食之一，也是许多人认为最方便的主食之一。面条由面粉和水混合揉成面团，然后拉成细长的条状，再用开水或油炸煮熟。面条含有较高的淀粉和蛋白质，也是一种高能量的食物。但是你可能不知道，面条也有很多危害。首先，面条中含有较多的胆固醇。胆固醇是一种脂质，它在人体内有多种重要的功能，如合成荷尔蒙、维持细胞膜稳定等。但是，过量摄取胆固醇会导致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升高，形成动脉粥状硬化斑块，阻塞血管，引起冠心病、脑中风、中度心血管疾病。而面条中的胆固醇主要来自于面粉中的鸡蛋和油炸过程中的油脂。一般市售的面条每100克就含有约50毫克胆固醇，如果每天吃2碗面条，就已经摄取了200毫克胆固醇，占建议量的 66.7%。如果再加上其他含胆固醇较高的食物，就很容易超标。面条中含有较多的磷，磷是一种矿物质，它在人体内有多种重要的功能，如构成骨骼和牙齿，参与能量代谢，维持酸碱平衡等。但是过量摄取磷会导致钙流失。钙是另一种矿物质，它也在人体内有多种重要的功能，如构成骨骼和牙齿，调节血液凝固等。钙和磷在人体内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平衡。当摄取过多的磷时，会刺激副甲状腺分泌副甲状腺素。副甲状腺素可以促进钙从骨骼中释放出来，进入血液中，以维持血液中钙和磷的比例平衡。但是这样就会导致骨骼中钙质的流失，造成骨质疏松、骨折等问题。而面条中的磷主要来自于面粉中添加的泡打粉和碳酸氢钠等发泡剂。一般市售的面条每100克就含有约200毫克磷，如果每天吃2碗面条，就已经摄取了800毫克磷，占建议量的 80%。如果再加上其他含磷较高的食物，就很容易超标。面条中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，面条在加工过程中也会流失一部分的营养素，而且面条的烹调方式也会影响营养素的保存。如果用开水煮面条，就会导致水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流失。如果用油炸面条，就会导致油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破坏。面条是一种高胆固醇、高磷、低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食，长期食用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结语：馒头、白米饭、面包、面条这4种常见的主食都有各自的危害，它们都可能导致我们患上各种慢性病，如糖尿病、心血管病、
肥胖、癌症、骨质疏松等。这些慢性病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，还会增加我们的医疗费用和死亡风险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尽量少吃这些主食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注意主食的摄取量和搭配方式，不要过量或单一的吃主食，而要与蔬菜、水果、肉类、乳制品等其他食物均衡的搭配，形成一个合理的饮食结构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维持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远离慢性病的困扰。你平常吃什么主食呢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和经验。